同学们好，这是我们的第2张画了。有同学可能会惊讶了，怎么一下子从苹果变成了手？别害怕，其实你通过画苹果就知道了。这套逻辑里面，无论画的是什么东西，其实都只是连点、连线、描线3个步骤而已。它们都只是一些位置各异的点的连接组合罢了，所以忘掉它是一双手。那么这张画呢，是一个叫做伯纳德·毕卡特的人画的。这个画家非常冷门到我查了很多资料，都只知道他的名字，不知道他其他任何相关信息了。老规矩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整体的作画过程，看看这一次的作画步骤和之前会有什么区别。定点、连线，然后描线。乍的一看好像没有什么区别，但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。比如说这个步骤的时候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这整个轮廓的围合特别的简洁。如果你看左边的手，应该就发现了轮廓是有很多起伏的，但是在我的草稿中直接一次性把它画成了直线。这里用了一种概括的方式来看待，就是我不会盯着这上面的起伏去看，而是先找到关键的转折点以后，把它几何概括起来，用一个东西把它框起来。所以包括这些地方也是一样的道理，你可以试着这样去切，多一根线少一根线无所谓，关键是把它们用直线切割概括起来。这也是著名的素描教程巴尔格素描教程里面的切割概括法。第2个不同来自于这里，其关键点就是这条线。这条线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这条线是把这些手指的起点全部统一的归到一根线上了。这其实相当于去找一些有共性规律的点，把它们统一的归纳起来。这可以防止我们一个一个去找手指点的时候发生严重的错位。对于画手来说，或者说一些比较复杂的形状来说，这是一个很好用的方法。而这节课真正的操作难点在于哪里呢？在于把这个深浅变化画出来。这一张的线稿和上一张线稿有明显的区别的，它不是那么连贯的线条了，它有许多断断续续、粗细不一、深浅变化的地方。所以我们来示范一下怎样把这个线条的粗细变化给画出来。现在我来示范操作，为了更方便理解，所以呢，我就先在这里把刚才这下面这只手的轮廓呀，草稿画一下。那我这个是没有网格的版本，直接这样画，对不对？其实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简易的模型来看待了。要像我这样的话呢，你得对解剖、对立体想象、对基础模型有一定的理解能力，要先系统的学习人体，然后才能这么做。它在我的人体课里面是有详细讲解的。你看到的很多大神画的画特别快，就是因为他先系统的学习了解剖。你想一下，我们现在这个作画过程里面完全是需要靠网格来定位的，可是不靠网格定位却能够把画画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你心里有网格，而解剖就是这种快速作画的根本网格。那这不是我们初级入门来做的啊，所以我在这里只是告诉你，你到后面的境界是可以是这样子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草稿。那么粗细变化怎么画呢？细的地方你就轻轻画，重的地方你就用力画。但是用力画呢不够稳妥。我们这张图的原图它是一个很松软的线条，所以我们轻轻画就好了，不要加大力道。你觉得这个地方颜色重了，你就多来回涂几次。对不对？看到没有？你看这地方又有一根线啊，原图到了这个位置比较重，那我就在这个地方再多涂几遍，它就有粗了，也重了。这种粗细变化和深浅变化就都有了。看，轻轻的画，然后到这里又开始颜色变重了，在原图里面，那我又把这地方多涂几遍。但是注意，到了手指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它有很多微小的转折，它的线条没有那么粗了，是一种很细很深的。这种很细很深的，你就需要用写字的姿势，在那个深的地方
直接描一下啊，这样这种比较深的转折就能画出来了。试一下，对不对？看啊，但这个你要是操作不顺手了，注意啊，要么你换手，要么你转子。我们上节课提醒过的。当你快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他们很快就能画出这种粗细变化了。但是不推荐大家像我刚才这样子那么快的去操作，这样呢不太好，容易出问题。就一点一点的来就行了。看懂了？看懂了就用这一套操作慢慢来画，它其实很简单。我再总结一下：轻轻画，颜色重的地方你就来回多涂几下，这就有粗细变化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不要追求一次性画出这个变化，我们现在还不是大师，我们现在只是在慢慢的接近大师。了解了刚才这个操作技巧，那么这节课就只剩最后一个难点了。看这个过程，我把原来的线稿给擦掉了，因为这里发生了巨大的问题。问题是怎么发生的呢？意识到问题是当我在画这个手指的时候，这个手指如果我按照原图这个位置来画，它其实离这根网格线非常近。可是当我真的这么去画的时候，越画越发现这个手指好像比原图要瘦了很多，我就意识到了我旁边的位置有问题了。这个时候你就要离开你的画面，退远了看。要知道，所有的形不准的问题，都是你一开始点的位置不准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远远的对比看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是在这个点位，我的更接近1/2的位置，而原图实际上更接近左边1/3的位置。如果说这个你还不能够很好的判断，那你可以拿画面中已有的东西来当标准判断，把这根线延长到这里，你就能够更加明显的感觉到区别了。所以退远了以后，我就看到了真相了。有些同学看到自己的线稿画的差不多了，就不好意思改了，大可不必啊。还是那句话，画错了就是一张纸，要勇敢的修改自己发生的错误，不然的话，你后面怎么调都调不回来的。画画嘛，就是牵一发动全身。好的，这个整个过程，如果你去看原速视频，你会发现我画了有15分钟左右。同学们画的话，可能也会继续花1个多小时，那都是正常的。不要觉得时间长了，我们是刚开始画画的小白，寻找点位本来就是这一套课要锻炼的核心能力。你在这个过程中反反复复修改和花费的时间越多，你找点的能力就得到了越好的锻炼，他们都是值得的。OK， 同学们，那我们下一节课再见。